我走过很多博物馆，看过很多展览，但这种当场把我送走的展览还是第一次看。眼前我们在看的是中国工艺美术馆的榆林民歌特展。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中国工艺美术馆啊，一会儿咱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如果你要看展的话，可以在北京乘坐地铁抵达奥林匹克公园站，出来走几步就能抵达中国工艺美术馆。这个展持续时间很短，是4月22日开始，5月5日就要结束，所以我要在5一前快速把视频攻略做出来。今天赶时间就不介绍其他了。现在我们直奔中国工艺美术馆4楼，走进榆林民歌特展。我提前约了免费的早鸟票，同行人是非遗博主南希，我的老粉应该认识他。下面我们进入第一篇章，这里介绍了陕北民歌的起源，有的起源于劳动号子，有的则是源于生活境遇。很多经典的文艺作品往往会在情绪的波动中诞生。钟嵘诗品有云：气质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无永。在情绪中诞生的音乐，才能在感性中打动听众。另外，我们在这儿发现，信天游原来只是陕北民歌中的一种，但如果不看这个展，我还以为陕北民歌全是信天游了。下个区域模拟了黄土高原的场景，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演场地，观众自有座位，前边则是演员的演出区。这里单独说一句，每到整点都有工作人员带队解说，解说到了某个关键处，还会有专业老师出来演唱或者演奏。比如说这个位置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但如果解说大队过来了，就会有一位老师从山缝里走出来给大家唱一段。等我们坐到观众席之后，还会有一场时间长一些的演出。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我以为官方带队的解说就结束了，没想到这仅仅是开胃菜而已。下面我们来到第二篇章，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是鲁迅艺术学院的时代，简称鲁艺。它成立于1938年，是抗战时期的宣传主力军。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鲁艺的工作人员于1942年开始到人民群众中间去采集民歌。这份工作有点近似于《诗经》时代的采石官。博物馆中还展示了他们走过的路线图。这条路线走得很远，但是值得走，毕竟越是深入大众，就越是能做出脍炙人口的作品来。很多当时的经典作品，我们如今听起来都不陌生。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歌曲《东方红》，就是在这个阶段诞生的。它脱胎于陕北民歌《骑白马》，现场有老师表演，你可以听听原版像不像。除了东方红之外，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南泥湾，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作品。而风格完全不同的黄河大合唱，竟然也是在这个阶段中诞生的。不得不说，当时虽说一穷二白，但经典作品是真的出了不少。后边这位更是重量级，也就是歌剧《白毛女》，它是基于陕北民歌《兰花花》改编而成的，既保留了原有的歌曲旋律，又把阶级压迫的苦难融入到了故事当中。白毛女不仅在当时红极一时，也被一路传唱到如今。再往后找，就看到了课本上见过的王贵和李香香。当初在课本上就知道了个名，但看了这边的资料，才能看清楚事情的原委。讲的也是穷人斗倒地主恶霸，翻身做主人的故事。再往后还有个体验区，站在正确的位置上就能够听到里边的音乐。再往前就来到了第3篇章，这是陕北民歌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我们从这边发现，春节序曲就是在这个阶段基于陕北民间音乐改编出来的。除此之外，陕北民歌的表演也被融入到了影视作品里。这种拥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影视剧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可能就是激活了我们 DNA 里的某些记忆，只是我们自己不清楚而已。直到如今，仍有很多艺术家在传承过往的艺术。而在这个艺术家大名单上出现过的任卫齐老师还来到现场为我们演唱，这是一位上过央视的歌唱家，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再往前是下个篇章，也就是其他的陕北民间艺术。来都来了，当然都了解
一下。开头介绍的是皮影戏，但是这个没有专业老师演示，所以自己随便看看就好。下一个展示的是唢呐，这里提到国葬哀乐是脱胎于陕北唢呐曲的，它和春节序曲竟是同根同源，说明唢呐的属性本身就是大喜大悲。小时候觉得唢呐土，如今人到中年突然就开始爱听它了。在前边对陕北说书专门做的演示，只是现场的声音小，听不清楚。我给大家放一段清晰的，看看有多少人听过。后道春一年慈悲，四骨肉皆修血泪。时间有限，就放这2句了。8月20号已经不远了，我们不见不散。再往前，现场演示的则是白云山道教音乐，这就是我在开头放的那段音乐。虽说我没有去过白云山，但是我总感觉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最后一个单元则是非遗产品销售区，有了前面的沉浸式体验，再来到这个区域之后，大家对非遗产品也有了认可，接受度就会更高一些，现场咨询购买的人也比平时多。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中国工艺美术馆的榆林民歌特展。博物馆我走过不少，各种五花八门的展我也看过了很多，但能如此沉浸式体验地方艺术的展览，这还真是第一次，所以非常推荐各位来看看它。今年的5月5日是它最后一天的展出，要来得抓紧。如果没看到也不要紧，毕竟这个展览持续时间太短，错过也是正常的。那就跟着我的镜头重新沉浸式体验一把。如果没有看这个展，我也不知道东方红、白毛女还有春节序曲等等诸多耳熟能详的名作都是脱胎于陕北民歌的。当我们进一步了解文化脉络后，我们对祖国的文化认同就又多了一层，那是留在基因传承中的文化记忆。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